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爱看剧的团子，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，拜托点赞和订阅哟！团子在这里先行拜谢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解读《恶之心的人们》第1章的故事。韩国犯罪题材作品如今已经成了典范，尤其是《恶之花》、《窥探》等作品，更是再一次拔高了韩剧的水准。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犯罪题材作品来看，韩剧的尺度明显更大。而最近新推出的解读《恶之心的人们》也拿到了亮眼的口碑评价。那么这部剧到底怎么样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1975年，韩国的一个游乐场中，由于是儿童节，所以显得格外热闹。而男孩小勇也和妈妈一起来这里游玩，却和其他游客的小船撞到了一起，小勇不慎掉入水中。接下来却发生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。小勇被救出来后，红衣女人也因为他被警察打捞出来，凑热闹的人围成了一圈，而小勇依稀看到了，在人群中有个神秘男子，虽然对方只是一闪而过，却给小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时间转瞬即逝，来到了1998年，小勇成为了一名重案班的警察。此时的他正和重案班的警长文哥一起处理案子，这件案子名为红帽子事件，在10个月内，犯人陷害了12名女性。文哥有些打退堂鼓，他们派出了几个伪装女性的警察，希望勾引犯人上钩，但是这点手段似乎有点太小儿科了。3位女装同志也是给科长打去电话，觉得今天该收拾结束了。得到批准后，文哥连忙催促小勇下班，然而小勇却坚持要再调查看看。见此，文哥先行离开。同事们下班后，小勇闲逛时，突然注意到了一位头戴红帽鬼鬼祟祟的男人，眼看对方正在窥视别人家，他上前开始问话，没想到对方扭头就跑，他立马追了上去。一番紧张的追击打斗后，小勇凭借着过人的身手，成功将其制服。然而这次的犯人并不是红帽子事件的主犯，他只是一个模仿者。不过他同样强奸了5名女性，所以警局还是将此人关押了起来。小勇不由推测起这些变态的内心活动，想要借此捕捉到红帽子事件的真凶。正巧重案班的蒲班长经过这里，让他不要想那么多，将这些犯人转入监狱中，就算万事大吉了。小勇自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调查红帽子案件上。2个月后的一家小诊所，崔孕妇从诊所回家的路上，一名红帽男人尾随了她一路。虽然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是她并没有发现对方。回到家后，她遇见了来看望她的妈妈。妈妈因为明天还要上班，随便聊了2句就离开了。等妈妈离开后，红帽男人开始了他的行动。独自在家的崔孕妇注意力被一个掉落的物品吸引，放到原位后，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出现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定睛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她的男友回来了。男友是个开路边摊的，聊天时她不慎表达出有点瞧不起男友的意思，这下把脾气暴躁的男友惹怒了，差点就要对其进行家暴。不久后，崔孕妇就被勒死在家中，不过凶手穿着白袜，看样子不是穿黑袜的男友所为。很快，小勇就赶到了崔孕妇案发现场，现场的警察们也开始对案件进行分析。妈妈得知消息后非常痛苦，小勇见到对方后心中也很不是滋味。他有个癖好，每次到案发现场第一件事就是先找被害者的家属，这让重案班的同事觉得他很奇怪，也因此偷偷孤立小勇。蒲班长打断了喋喋不休的文哥，让他管好自己就行。另一边，首尔地方警察厅中，老国正向队长许吉申请创建科学搜查小组，许吉自然否定了这个让他难以理解的申请。老国并没有因此气馁，当着警察厅中其他人的面强调侧写师的重要性。然而一旁的刑事科长俊直也对此嗤之以鼻，这让老国有些失望。回到小勇这边，经过法医的检测，确定了崔孕妇死亡时间为晚上11点，这和她男友来时的时间对上了。奇怪的是，死者被发现时是光着身子的，而检测结果没有被性侵的痕迹。蒲班长二话不说，带着小弟文哥找上了男友，以杀害崔孕妇的罪名逮捕了对方。到了警局中，见男友一直保持否定的态度，蒲班长问起他离开后去了哪里。他发现那天男友并没有营业，男友非常苦恼，他那天和崔孕妇吵完架后就没有再做生意的心思了，所以才没有开店。见男友没有不在场证明，蒲班长甚至怀疑起他就是红帽男，因为那天有目击证人在现场附近见到了红帽男。对方对此百般解释，蒲班长却一个字都不相信。他从档案中发现男友有着黑帮的前科，是个冲动易怒的人。见男友沉默了，他又问起崔孕妇怀孕的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
男友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小勇仍然在警局中为崔孕妇一案操劳。无意间，他发现审讯室中，蒲班长正在对男友大打出手，看样子是想让男友屈打成招。小勇自然看不过去，有了他的阻止，蒲班长终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但是他一口咬定就是男友做的。在蒲班长眼里，黑帮出身的男友是不可能改过自新的，小勇却觉得一定要找到证据才能确认犯人，两人理念不同，不欢而散。然而同出一个屋檐下，摩擦自然少不了。小勇还没调查多久，蒲班长再次找上门来，让他和文哥结合红帽子一案进行调查，言外之意就是要男友背锅了，这让小勇实在忍不住了，起身前去寻找证据。很快他就赶到了现场，开始剖析起整个案件。有2个细节能证明男友是清白的。首先，门上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其次男友并不知道崔孕妇怀孕的事，不过也有其他细节指向了是男友所为。从现场发现了男友的指纹，而且男友还有着黑帮的前科，最重要的是男友没有不在场证明。为了调查清楚，小勇找上房东打探消息，房东因为小区失窃很头疼，请求小勇一定要将小偷抓到。这时小勇突然注意到他门前有个233的数字，在得知不是房东所为后，他暗暗记在心里。之后他向当地的警局要了一份小区最近的报警记录，在一旁警察的帮助下，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这个小偷专门偷只有女人的家庭，而且每次偷到的金额都很小，这代表着小偷很可能并不是为了钱财。心中有了推断的小勇转头调查起这些失窃的家庭，刚来到一户人家，结果被房主以为是小偷，他赶紧掏出警察证件，经过了解得知他是一个单身母亲，还有2个孩子。奇怪的是他家门上也有数字，对方却表示不知情，也不可能是孩子画的，他们的身高根本够不着。之后小勇按照其他地址追查下去，结果发现每个家庭门外都有着数字，2个女人的家庭门外是22，而1个女人的家庭门外只有1个2，一男一女则是12。正思索着数字规律的小勇，险些被路过的外卖员撞到，不过这也给了他灵感，他意识到1代表着成年男性，2代表着女性，3代表小孩。很快他就找上了当地的警察，咨询起经营外卖的店铺。他推断出能对各个家庭都有着了解的，只能是关于外卖的行业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又一个模仿红帽子的人被抓进了监狱，而小勇经过调查也回到了警局，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给蒲班长。蒲班长不以为意，在他的淫威下，男友已经被迫自首了。一旁的模仿者注意到了男友，作为模仿犯的他非常了解犯罪心理，他瞬间看出对方并不是真的凶手，不过他只是刚感叹了一句，就被人押送离开了。不过他这句男友不是犯人的话，带给了小勇很大的触动，他一路找上了崔孕妇妈妈，告诉对方男友是杀害崔孕妇的凶手。让他奇怪的是，妈妈并不知道男友的存在。崔孕妇似乎隐瞒了自己怀孕和男友的事，见妈妈垂头顿足，非常难过，甚至责怪起当时离开的自己。小勇心中也不是滋味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真凶绳之以法。从医院出来后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老国打去了电话，他有件事想要拜托对方。很快老国就跟着他来到了案发现场。身为专业鉴定师，老国在得知现场没有留下真凶的指纹后，瞬间猜出凶手有备而来，很可能在崔孕妇家中潜伏了很久。两人在衣柜中发现了一处明显颜色较深的地方，小心的取过样后，小勇送去进行指纹调查。蒲班长因为此事大发雷霆，对着小勇就是一顿指责。从办公室出来后，指纹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，然而并不能确定具体身份，这让小勇非常郁闷。种种迹象让他觉得这件案子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本想安慰他的老国听他这么一说，觉得小勇非常适合成为一名侧写师，正巧他想创立一个新的组，所以向小勇投去了橄榄枝。见小勇还在犹豫，他也没在意，给小勇放宽了考虑时间。不久后，在蒲班长的安排下，众人来到了崔孕妇家中，情景再现。拍摄画面放出后，男友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崔孕妇妈妈的反应尤其强烈，而男友不出意料的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。这件案子似乎到此就结束了。时间来到1999年，一个头戴红帽子的外卖员将货物送到后，将外卖的红帽子换成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。之后他开始潜伏在暗处寻找猎物，很快他就寻找到了目标，一路尾随后，他熟练地破坏了对方的家门。不久后，又一个女人惨死他手。本章完，在下一章中，老国再次找上了小勇，提出想要创建犯罪行动分析组，小勇是否会答应他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喜欢节目的观众们记得点赞和关注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